这个镇上的人接连死去，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症状，贫血之后的几天内快速死亡。2个月的时间，村子里几乎每天都在死人。村子里的医生韦奇一开始认为是某种传染病，但经过夏野的提醒后，意识到这一切可能不是传染病造成的，而是和吸血鬼类似的尸鬼。因为村子里实行土葬，死去的人会死而复生，从棺材里爬出。正巧杰子婆婆病发，于是韦奇就将杰子留在了医院，打算到晚上观察，看看到底会不会有尸鬼来袭击。市井虽说前来帮忙，但他并不是很相信韦奇的说法。韦奇坚信尸鬼会来。从目前的病例来看，他们并不是当场就把人杀死的。小慧从发病到去世经历了4天，也可以认定是被吸了4次血。一般情况下，人体失去血液循环重量的50%以上，也就是2升的血液就会发生心脏停跳，一次肯定是没法吸2升血液的。如果分开4次吸食，2次之后就会出现休克症状。但要是被袭击，受害者应该知道才对，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？韦奇推测是尸鬼在吸血的时候给受害者体内注入了类似麻药的物质，以此控制对方。经过1天的入院治疗，杰子的情况逐渐安定了下来。医生没让其他同事插手治疗，不眠不休的工作让他变得疲惫不堪，连开会都能走神，这让大家都有些担心。为了照顾儿子，韦奇的母亲以他的名义叫回了在城里工作的妻子公子，婆媳关系看上去并不好。害怕村子里真的出了传染病，他让儿子将病患都送到城里的大医院。作为韦奇家的独生子，他要是出了事该怎么办？韦奇不理会自己的母亲，骑着车走了。要是真出了事，你再去改嫁不就得了？韦奇和市井晚上要留守医院，绿子做了便当准备去医院探望，却在路上惊悚地遇到了已经死亡的奈绪。韦奇琢磨着要怎么对付尸鬼，什么害怕十字架和大蒜都是虚构出来的，要是能抓来一只解剖就好了。市井表示不赞同，如果对方除了吸血和普通人没有区别，这么做也太残忍了。突然，窗外传来了指甲剐蹭玻璃的诡异响动，原本昏迷的杰子猛地睁开眼，大喊：“在这里！”韦奇拉开窗帘，早已死亡的奈绪如同鬼魅一般漂浮在窗外，病床上的杰子更激烈的叫嚷着，两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奈绪见偷袭不成，缓缓落在了地面上。韦奇打开窗户吼退了奈绪，黑暗中只剩下了一双血红的眼睛。住院第3天，杰子的意识清醒了过来，身体也开始好转。韦奇感到非常欣慰，说不定他能成为第1次康复的患者。杰子对昨晚的事情完全没有印象，只说自己做了关于奈绪回来的梦，而在前天、大前天也做了同样的梦，无比真实到他以为就是现实里发生的。杰子害怕地颤抖着，韦奇发誓自己绝对会救杰子。白天，他因为太过疲惫，在办公室里睡死了过去，并不知道他的妻子在医院门口遇到了陈四。看望完妻子后，杰子的丈夫就和她告别回家去了。杰子和丈夫说着明天见，但她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。按下床头奈绪的照片，韦奇和市井照例在外面守夜。市井突然想起这么一则传说，吸血鬼之类的怪物不受到邀请就无法进入家中，而发出邀请之后，这一家就向吸血鬼开放了。所以奈绪昨晚没能进来医院，这家医院可以说是安全的。楼下站着无数的吸血鬼怪物，医院突然漆黑一片，有人拉下了医院的电闸。市井摸黑去1楼启动发电机，而杰子在奈绪的呼唤声中猛地坐起身，像是被空着一样冲出门去要找奈绪。同一时间来到1楼的市井在窗外看到了1岁的小慧以及许许多多的尸鬼，他们并没有进来医院发动袭击。市井以为尸鬼没有邀请不能进入，却没想到小慧诡异的一笑，他们已经收到过邀请了。市井拉开电闸的瞬间，陈四突然出现在了病房外，一拳将韦奇砸倒在地。不过他并没有杀掉韦奇，而是抱着杰子跃下了2楼。奈绪开心地上去抱住母亲，然后张开金牙对着杰子的脖子咬下。越来越多的尸鬼朝着杰子围拢，将人彻底吸干之后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医院。他们走了一半，突然发现小慧不见了。此时他正急匆匆地朝着夏野家赶去。时间回到4天前的10月1日，夏野回到家中，告知有个小女孩正在他的房间里，但打开门一看，女孩已经不见了，而窗户大开着。在得知父母同意了女孩入室请求，并说还有其他人要来时，夏野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，于是在房间里贴满了符纸和十字架，并打电话通知小薰和小昭，不管是谁来拜访，都不要让他们进门，不然就有将尸鬼招待进家里的可能性。结果第2天，结成给夏野送的新座椅进了他的房间，因为非常讨厌迷信和宗教，而把房间里的符纸全撕了。夏野没有办法，只能拎着扳手等待尸鬼的到来，他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而正如他预想的那样，10月3日，陈四聚集了一群尸鬼对医院发起突袭。发现杰子婆婆住院之后，同夫家就知道了韦奇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存在，同时也派出了尸鬼去袭击夏野。小慧急了，不许尸鬼对她的暗恋对象动手。奈绪安慰小旭，夏野死而复生之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同伴了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变成尸鬼的。像奈绪的丈
丈夫和儿子就没有。奈须被怼得掩面痛哭，尸鬼的人数还太少，如今不能让村民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所以开始调查这件事的夏野非死不可。于是小慧提出自己动手，但陈四却并不允许。10月4日，尸鬼袭击医院，咬死了杰子。奈绪开心地等待着母亲变成尸鬼，但在回去的时候，小慧并没有跟上大部队，而是转身朝着夏野家飞奔而去。她绝对不允许夏野被别人杀死。12点一过，夏野的窗外传来了敲击玻璃的声音，一道身影浮现在了窗外，不断摇晃着玻璃。夏野立刻紧张地握紧了扳手，知道身影明显不是小慧，难道是被他用铁锹拍进坟里的那个男人？发现紧锁的窗户无法打开之后，来人又转到了大门口，轻而易举地拧开了他家的门。夏野懵了，他明明睡前上过锁的，是他爹打开的。搬到乡下，听说这里从来有犯罪后，他们家就禁止锁门了。他的父母在大学时候就生下了他，但因为对户籍制度抱有质疑，结婚之后并没有办理入户手续，导致双方的姓氏不同。夏野在户籍上跟着母亲小初姓，拒绝所有理所当然的事，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。不过他的意见搬到这种乡下，只觉得这里更适合他们。夏野发誓要离开这座村子，考入大城市的大学，他绝对不会死在这里。查酒的那人离开大门，又回到了窗外。夏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他一定要将这个人抓住，拖到村民面前。却没想到下一秒，窗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听到对方呼唤自己名字的那一刻，夏野紧握的扳手掉到了地上。会这么叫他的人，这世界上只有一个。夏野拉开了纱窗，明知道只要紧闭窗户就能安全，但他还是选择打开窗户向外望去。一只冰凉的手猛地拽住他的胳膊向外拉扯，夏野死死把住床往回拽。撕扯之间，他看清了来袭击他尸鬼的样子，正是他的好基友小彻。小彻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后，捂着脸跑进了林子里痛哭。小慧也正好赶到，他就猜到了陈四派了小车来，如果小车不来袭击夏野，那他的弟妹就会受到攻击。而夏野已经发现了尸鬼的存在，即使他不来，陈四又会派其他人来，倒不如他亲手解决，还能让夏野少些痛苦。但真的当他看到夏野，却害怕的退缩了。于是小慧走了出去，这件事就让他来做，他是绝对不会犹豫的。夏野追着小彻跑了出去，他其实早有预料，被尸鬼杀死的小彻极有可能也变成了尸鬼，但是他一直都在刻意回避。不管是小慧还是其他人来杀都不要紧，但怎么都不应该是小彻。他对这座村子里美好的回忆全都有小彻在。小彻是个好孩子，非常受欢迎，但小彻却偏偏喜欢和他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人待在一起。那样好的小彻，双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冰块呢？小慧找到了夏野，正准备进行袭击的时候，陈四先一步来到了夏野身边。夏野非常聪明，他第一次察觉到了尸鬼的存在，但却没有选择一个人逃跑，因为他足够善良。虽然嘴上说着讨厌这座村子，但却没办法做到见死不救。如果他是那种发现之后躲在家里发抖的人还好，但是他的胆子太大了，和尾崎一样想要狩猎他们，这是陈四无法允许的。夏野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打不过他还跑不过吗？但陈四早就知道小慧埋伏在周围，于是叫出小慧堵住了夏野的退路。现在是1对2的不利局面，两只尸鬼朝着夏野逼近，夏野无路可退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伸出了一双手，小彻流着眼泪抱住夏野，露出了自己的獠牙。小慧当场破大防，陈四一脸兴奋，最终夏野无力地倒在了地上。